大家好，我是爱信助教。今天我们要来恶搞一下手机。今天呢，我要故意让它变砖，然后再修好它。我想应该会非常有趣。那一般会变砖通常都是手机的系统在更新到一半的时候遇到断电，这样子呢就有很高的机会会变砖。但是我们现在是要自导自演让它变砖啊，那该怎么做呢？这个就要破坏它的开机流程，所以我这边要简单讲一下开机流程。这里是手机的 Flash， 相当于硬碟的角色。那系统程式都是放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按下电源钮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会先执行一小段的程式码，我们称为 bootloader。这个 bootloader 的作用是用来载入后面的作业系统，同时呢，它也会验证作业系统是否为合法的。作业系统里面大概就分为 kernel 跟系统 ，kernel 会先载入，然后呢才轮到系统。那我们基本上只要破坏这个流程，你这个手机就变砖了。那一般变砖的话，必须要使用特殊的工具软体才有机会救回来，而且通常资料也会跟着一起消失。但是由于我很好奇到底烧录器是不是也可以扮演救援的角色呢？所以我想要直接把 eMMC 的 Flash 拔下来，然后再用烧录器把原始的资料写回去。照理说，只要把 Flash 焊回去之后，手机应该就可以救回来了。那至少目前这个逻辑应该是正确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搞破坏了我用的是这一支旧的 HTC M8 的手机，为了要能够修改 bootloader， 我已经事先把手机给解锁，也已经取得 root 权限了。同时呢，也装了一些必要的工具软体，这样子才能够方便我后续的作业。那我们就插上 USB。现在我要使用 ADB Shell 与手机连线。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手机喽。那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 eMMC 这个装置到底在哪里。那我秀给各位看一下LS DEV 就是 device， 然后 block BLOCK。那到底哪一个是 eMMC 呢？如果它的名字呢是 MMC BLK 0的话，表示是手机里面的这个 eMMC。那如果它后面不是0，而是1，像这个 MMC BLK 1，如果后面是1，就表示是手机的 SD 卡。但是我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资讯，也就是说，bootloader 到底是放在 Flash 的什么位置？确切是什么位置？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partition 的分布到底是怎样。那用的是这个软体 PARTED Parted， 那后面一样要带入这个路径。好，然后我们按 Print PRINT， 然后这边用 Ignore 好。你看它这边总共分了47个 partition。我们回到前面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 partition 呢，就是 SBL1。这个 SBL1 就是 secondary bootloader 的意思，但是它的开始跟结束位置是用 K byte 为单位。我需要的是用更精确的 byte 来表示，所以呢，我们要来改一下单位这边。我们用 U 就是 unit， 我们改成 byte B， 然后再 print 一次。现在我们来回头看一下刚才的第一个 partition SBL1 的 partition， 现在就变成是用 byte 为单位的你看这边就是开始跟结束。那我们就来恶搞一下这个 SBL1 的 partition 吧。但是我们恶搞前要先备份。那怎么备份呢？用 DD command。来，先离开。DD command 它是一个很低阶的指令，可以直接对硬碟或者是 Flash 里面任何一个位置做读写所以我们来下指令，备份一下，很快就备份完了，1 mega 嘛。然后照理说这样子应该就够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再把整个 Flash 先备份下来再说。以防万一，来 DDIF。好，这台手机的 Flash 有16 GB，
那这整个备份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啦。那我这一段就先跳过去，待会再回来。备份好之后，我们就要来乱写咯。本来我是打算把一堆零写到 SBO1 这个 partition 里面，但是怎么写都写不进去。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要把手机变成 security off 才可以存取 bootloader。但是我这只手机已经有10年的历史，当年相关的解锁工具早就都已经找不到了，所以我只好退一步，改为恶搞 boot partition。那这个里面它装的是 boot.img， 我基本上就是网络上随便找一个版本，我想应该有很高的机会可以变砖。那这个 boot.img 要写入 Flash， 就需要让手机进入 Fast Boot 的模式，所以呢，我们就要改用 HTC 的 Fast Boot。那指令在这边执行之后结果好像真的可以写入那是不是真的可以让手机变砖？就只有重新开机才知道了。只要开机之后卡住，那就表示我们成功啦。这个就是重开机的样子，只是说我刚才太大意了，来不及拍下它重新开机的瞬间。但是刚才从按下电源钮到现在它画面就一直是这个样子。那我看它应该也不会按下来了，所以我就认定它是变砖的。看起来应该也可以算是硬砖啦，因为你看我这个按钮怎么按都没反应有没有？我想要让它关掉或者是各种按键组合，好像都没办法所以这个被按太多次了所以这个某种程度来讲，我就当它是硬砖啦。那等一下我们就来拆机咯因为电源没有办法关啦，所以等一下拆机的话要小心一点。经过一番努力，这个主板已经被我拆下来了。只是说，你看Flash 旁边的零件非常的靠近，而且呢，你看那个 Flash 的边缘有没有亮亮的这表示下面有灌胶，这应该是不太好解焊啦。不过现在至少知道 Flash 的型号，这样我才好准备相对应的烧录座。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拿去解焊吧。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主板。那我已经把 Flash 取下来了。那因为这个 Flash 它有做 Underfill 的处理，所以呢，我后来是请专门的人帮我把 Flash 解焊下来。解焊下来的样子呢，就长这个样子。来，我们看一下，真的是很厉害的，你看很干净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把这个 Flash 把它放到烧录器上面，我们来读看看。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烧录器，它是由戴普科技所开发的烧录器 NewProg E2， 可以支援多种晶片，也有多种对应的 socket 可供选择，非常适合开发或维修使用。如果你有大量的烧录需求，戴普也有量产型的烧录器，一次可烧16颗。如果在工厂端有大量的晶片烧录需求，也可以采购自动化的烧录设备，每小时最高产能达到3300颗 IC 哦。好，回到我们的主题来。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把 Flash 把它放上去吧。好，来，这个烧录软体打开之后就长这个样子。那我们先让它侦测一下 IC EMC。那侦测完毕之后呢，你看很多按钮现在就可以使用了。那我们就直接来读取资料咯。Read IC， 这个 Read IC 会把晶片里面所有的 partition 都读出来。这里讲的 partition 是 Flash 自己提供的分区。那有分，你看有分 Boot 1、Boot 2。还有 User Area， 那其他还有像有 Security 作用的 RPMB， 然后另外有一些 Register 在这个地方。
那我现在呢就把 user boot1、boot2 这3区呢分别把它存档。那其他的东西呢，因为我们是用既有的 Flash， 我们就先不管它。user area， 我直接参考从 party 的指令里面得到的最大位置哈，15569256447，我们用3A， 然后后面接7个0，然后我们就把它存档。user user area 点 bin。我们把资料存档之后呢，待会就来跟之前备份的资料，我们来做比较，看看是不是有不一样。然后接着是 boot1 点 bin， 然后再 boot2。好，那我们就已经全部存档完了。接着我们就来比较一下之前备份的档案跟现在读出来的档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现在已经把刚才存的3个档案呢打开了，然后这里 EMC 第4个档案是之前备份的资料。那我们来看一下 boot1 的资料，我们一路把滑鼠往下拉因为它只有4 MB， 眼睛看一看就好，看起来都是0，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 boot2 往下拉，好像也都是0，所以看起来 HTC M8 这只手机应该是没有用到 AB 这个 bootloader。那我们来看一下 user area， 前面这个512这边是那个所谓的 MBR 我看到关键字了，你看这边有2个1，我们直接来跟隔壁的 EMC 对比一下。来，我们点 EMC， 哇，你看这个字看起来都一样对不对？这个 EMC 是当初我们用 Linux 里面的 DD command 的 dump 出来的。我们快速滑鼠切换一下，有没有看起来这个字都一样嘛？所以我目前大胆推测呢，我把这个 boot 点 img 把它更新到我的手机里面，它应该就会在这个 boot partition 那边产生资料有差异。那我们直接看一下 boot partition 的位置在哪里。根据我们之前的资料 ，boot partition 它的起始跟结束位置就在画面中显示的这个位置。好，那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咯。2后面接7个0。OK， 来在这边是开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EMC， 这个是之前备份的资料。OK， 我快速切换2个页签，有不一样，对不对？你看这边有115200N8， 切过来，这边没有了，所以这2个我之前备份的资料跟我现在会宕机的资料是有差异的。所以照理来说，我们只要把之前在 boot partition 这边备份的资料，把它 program 到 chip 里面去，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把这个变砖的手机把它给修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做 programming， 我们只做局部的 programming 也就是说，从备份的档案 emc 点 bin 里面提取一段位置的资料，然后再把它烧入到原来这台 M8 的 EMC 里面。好，那我们先 load file， 选档案 EMC， 那我们的 partition name 是 user area， 然后要设定 offset， 这个是来源档的 offset。我们的 offset 呢是16进位。boot partition 开始的位置刚才有查过的是0x2，后面是7个0。然后呢，目标位置这边要注意目标位置它的单位是 sector 因为这个是 Flash 是 block device， 所以呢我们要用 sector 为单位。那我们的起始的 sector 呢是换算之后是1048576。
那换算的公式哈，你可以看画面上的公式。Sector count 是32768。这边你要注意哈，它不同的 Flash sector 的 byte 数不一样。你如果是 eMMC 的话呢，一个 sector 是512 byte。那如果你是 UFS 的话，一个 sector 呢是4096 byte 哈，所以到时候你要换算一下，那这边就不要写错喽。OK， 好，然后我们来 program 了 ，program， 然后我们就选 user area， 我们只要 program 这一区就好了，按下去。应该很快就完成了吧？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把这颗 Flash 再重新焊回去手机的主板，然后要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开机。我们把 Flash 拿出来吧。再把它吸出来。好，等一下呢，我们就拿去再焊回来。一转眼呢，我们的电路板呢已经焊好拿回来了。你看，在这么窄的空间之内呢，还可以把这个 Flash 焊回去，这个维修大哥真的是蛮厉害的。好，那目前这一块焊好的主机板到底可不可以顺利开机呢？我们等一下呢，把它装回去之后呢，就知道答案啦。现在手机已经都组装好了，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开机。电源按下去，哦，这个是 boot 的画面，我们还要再等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开机。照理说啦，如果烧录的资料是正确的，然后 Flash 焊接也都没问题的话，应该是要可以开机才对啦。但是还没有到下一个阶段都不知道。好像可以开机了呢，对不对？之前都卡在上一个画面，现在这个画面应该是有进去开机，耶，进系统了。这可以滑吗？看看，可以哦，可以哦，可以滑哦。所以这个就表示如果我们知道记忆体哪里有故障的话，那我们利用烧录器是有机会把手机给救回来的。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是试一下这个手机如果硬要去修的话呢，大概要怎么修？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台烧录器的优点，它支援了非常多的 IC， 然后它又很轻巧。这个对于要接触各种晶片的研发单位来说，在使用上绝对是很方便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喽，别忘了要记得订阅石头派电子实验室哦，拜拜。